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米姐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，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各位马表们，跟最甜的甜甜主播。嗨，早安大家！我今天拿的2只古董跟一个新品。我们今天要介绍单车马表发展史。这真的是马表，你这不跟我讲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这看起来，你说像什么？我们先从最旧的开始介绍起。这真的很小哎。这个，以前上古时代的我们用的马表，我们以前是用类似的原理。对。我们一个个介绍。好，我们先从上古时代的马表。上古时代，多上古？20几年前，我跟你解释一下怎么用。这个功能它只有速度跟距离。那速度跟距离它怎么感测？就脚踏车的速度跟距离。距离。最主要是它这边会有一个感应器。感应器。它这个有一个磁铁，它磁铁然后加这个感应器，所以它可以知道多少时间内轮子转一圈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转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它现在速度是8，再转快一点了，速度是13。你知道怎么算吗？你说时间哦？假设轮子转一圈的时间为 t。就是 t 等于距离除以速率等于时间啊。你是不是烂糊了？没有啊。那我考你，转一圈脚踏车移动多远的距离？转一圈移动多远的距离？对。这样转一圈呢？甜甜，数学要练了。转一圈呢？你算啊，我听听看。好，来。你看起来数学不是很好。我们大致算一下。我要先知道它的直径，我才知道它转一圈是有多少距离。好，假设直径是 r。哦。好，那圆周是多少？看镜头。真的好烦哦。你算就好了啦，我听就好了。甜甜，这是我们国小数学。直径是 r， 然后圆周是多少？哦，派 r 应该是半径是 r 啊，所以转一圈圆周是2派 r。这个直径是多少？我们看到这个700就是700公里的意思，也就是70公分。所以你量看看，我准备这个 ruler。刚才摄影师一直都很不谅解，我准备这个尺是干嘛的？你说我不是无耻之徒。你干嘛这样哦？这样吗？对，你要通过圆心啊，你要通过圆心。圆心在这。对，大概看一下。差不多70哎。我没有说谎。没有说谎。我何必说谎？所以转一圈就是70乘以派，其实还是有点误差。以前我们会做到怎样程度？这边做个记号，然后这样转一圈。好，然后再量。好，这是以前的做法。对。跟最准确的做法是这样。可是经过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学习到的，帮甜甜复习到的一部片是说，你是在用 H1050照镜子是不是？对。蛮好用的，可以当啊，女生是吧？可以直接照镜子的反光啊，可以整理一下。等你照啊。所以我们学到复习这个圆周得2派啊是半径，所以你就可以推算出距离跟速度。我们以前的马表就只有这个功能而已。然后有没有看到牵一条线，很压给的线？以前就是只能透过这样传输来推算出速度跟距离。这是上古时代的马表。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它就是要磁铁嘛，那就蛮麻烦的啦。然后后来呢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对 ，Garmin 推出了这支 H500，震惊市场。哇，真的很拿反了 ，Garmin，震惊市场。但也是很迷你啦，很迷你。我有买，我第一支 Garmin 的马表就是这支，就是 H500了。这不是我这个没人借。那震惊市场的点是什么？它不需要再这样用线无线化。你的问题非常好。它震惊市场的点，它怎么去感应速度？GPS。哦，它靠 GPS 的缩写是什么英文的缩写 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。哇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，这我们大学都要背的，技能大学电机系。你是世新大学新闻系的，对，我们不需要背这个。好，那我们要背 GPS。术业有专攻。好，对 ，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， 它靠 GPS 马表这样移动会有速度跟可以有记录，那个在我们以前那年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。它也可以连功率计，那时候我们无法想象功率计的发射讯号透过空气 air， 本来就已经从一个有线走向无线的时代了。对，就这支带领的世界车坛走向无线时代。这支 H500在世界车坛的地位，大概等于 iPhone 对于人类的地位。哇哦！这我的看法，革命性产品。今天我特别翻出这支 H500来给大家看。你家还放了这个古董哎。谢谢新竹老学长单车生活馆。
商借我们这款车表，这真的可以放在家里或哪里展示的。那 H500它当初推出的时候，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，修理不用钱，那几年你坏掉就送回去修哦，他要换一颗新的给你。哇，也太贴心了吧！Garmin 推出了这支之后，Garmin 的股价就从此一飞冲天，剑指东北角，大概从美金19块。涨到现在170几元，因为车表的关系，革命性产品，跨时代的革命性产品，掌握了市场的先机。然后到了最新今天的主角 Garmin Edge 1050，它当然有很多功能。但你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吗？让你的骑乘变有趣。变有趣哦？对啊，怎么样有趣？如何利用 Garmin Edge 系列码表让自己的骑乘更有趣？我们晚一点会再补充说明。这只车表，我认为最有创意的就是。吓到我了！刚吓到我了！这是怎样？干嘛？的功能呢？哎，我刚好像是要地震了，是不是？最近地震有点多，你知道听到那种什么那种声音都会有点怕。以为是国家级警报。对啊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一般铃铛是这样。你还有一般铃铛哦，认真呢。这个声音听起来是不是87分响？这比较哪个比较大声？这比较大声，因为我故意这个弹比较小声，我为了要彰显它的大声，我故意这个弹比较小声。为什么要铃铛？警示作用吗？因为风系列的比赛要准备铃铛，风系列比赛规定，所以我在这边特别请愿风系列理事长吴东贤理事长 ，be careful， 吴东贤理事长，我们可不可以用这颗码表来取代这颗铃铛在风系列比赛的时候？我们先看一下吴东贤理事长的访问。请看 VCR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庄中城街61号台湾风系列的总部，我们来看看台湾风系列总部长什么样子。台湾风系列自行车协会致力于推广台湾长距离单车挑战赛，风系列协会举办的活动都非常优质，在车友们挑战自我的同时，协会更会尽全力保障车友们的安全，让车友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的骑脚踏车。台湾风系列自行车协会理事长吴东贤理事长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只是吴东贤理事长真的节省，椅子坏掉了也不买一张新的椅子，坚持要把椅子修好。最后惊吓倒数3、2、1，搞什么？吓死了！你这么快啊！搞什么啦？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深入到台湾风系列的总部，这是最新的基地吗？当然了，在搬家，最近太忙。理事长，我带了一颗最新的码表来给你看 ，Garmin Edge 1050最顶的码表。理事长，我跟你秀一下它的最厉害的功能，最有创意的功能。来，我试。哦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铃铛声可以吗？我们的活动的话，这个可以啊，声音也蛮清脆啊，这个有警示效果是可以啊。因为风系列的活动有规定要求要装铃铛，那之前为了这个铃铛，我们通常很麻烦，搞了很久要买，因为平常都不太准备这个东西。这个是一般的铃铛。对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声音。有87分响有了，对，所以理事长愿意为了 Garmin Edge 1050而修改风系列的规则吗？这个是可以啊，有铃声的那个效果啦，也是算我们的规章，这个也是算符合，这个是可以接受。好，我们刚才听了吴东贤理事长的访问，他可以接受 Garmin Edge 1050取代铃铛。真正铃铛，你知道到底要干嘛用吗？就是警示啊，不应该就警示作用。旁边的人。狗。对。狗。对啊，你如果看到远远有狗，你就叮一下。狗，你尽量不要默默的经过它。好。你会吓到它，你吓到它，它就乱冲。除了铃铛功能之外，我认为那车表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？就萤幕大，好看。看起来舒服。你自己说你是有老花才需要那么大的荧幕，可能有一点。我一开始用那个840，然后被嫌弃了个半死，然后就说你一定就是要买1050。那我就想说，有什么好要看那么大荧幕的？看习惯大的会看不了小的，而且这个彩色荧幕很漂亮，画质很好。对，画质是不同等级的，不同跟那个1040都是不同等级，彩度也很对，彩度是不同等级的。我最推荐 Garmin 码表，那我个人最常使用就是 Strava Life Segment。一个功能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说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平行时空的存在？
平行时空，你居然可以跟过去的你一起骑脚踏车，有这种事吗？有。等一下我就来 demo 一下 Strava Life Segment 是什么东西。你说你自己在骑的过程中，还会有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你，也一起在骑这一段路。对，甚至是你的朋友。甚至是这段路的登山网，但他不用出现在你旁边，对不对？他不用出现在我旁边，对，但是他会出现在码表里面，会出现在码表里面哦。哇塞，很难想象吧？我这个人塞到码表里面。对，就是说你2月的棕色，2月份你来骑是棕色，等一下我们就让2月的棕色来出现在码表上面，它会即时反映。当我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的那个时间上的差别，对你通过这个点的时候，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是差多少？哇塞，这你会觉得听起来压力很大，很刺激。这是训练，它可以因为其实你在骑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当时的你跟现在你知道落差多少吗？你说闭着眼睛写啊，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。我换首歌了。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。最主要，我认为 Garmin 的码表对我而言，我最常用的功能就是 Strava Life Segment。所以每次出来骑车就找一个路段 ，Strava Life Segment 开下去，去跟过去的你竞速。对，因为 Garmin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 ，Beat Yesterday。你说跟昨天对抗是不是？对，打败昨天的自己。对，昨天的自己 ，Beat Yesterday。所以 Strava Life Segment 虚拟对手的功能，它就可以帮助我们。所以你每天出去骑车都这么拼命哦？这个骑车，你确定有比较有乐趣？我们是享受在它其中。对，所以说实在，如果你是想要 beat yesterday 的话，就需要。对，当然如果只是和平卡，说实在，我们可以就没关系，不是这么需要。可是如果你是想要 beat yesterday 的话，你就一定要 Garmin Edge 1050才会进步。对，因为不一定要跟别人比，但是可以跟自己比嘛。我们都是跟自己比，对吧？赢别人他只是顺便，赢别人他只是顺便。对，蛮有道理的哦。你可以赢自己，就会赢别人嘛。最后，甜甜，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我？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车表？你自己说它多少钱？大概要2万多块，定价2万多，全新的话。很贵。我这功率计才3万，就3万多块，对不对？现在又来个车表，要2万多，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，你知道现在还有川普，大家压力很大是不是？所以你再问一次，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车表？因为人醒着不过1万多天，是大隐的歌曲。我们要及时行乐。清醒的时间不多，这1万多天而已。如果能力范围内有到的话，当然要用最好的，最好的就是 Garmin 的车表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了，期待我们甜甜棕色。不要再期待了。当然不意外的，这还有个麦克风，会收集我们甜甜的喘气声。这个啦，好不好？牺牲一下，牺牲我们现在人在棕色的坡底外双溪桥这边，等一下我们要进行爬坡计时测验。那这个爬坡个人计时测验，这边我跟甜甜分享的方法是用 Strava Life Segment 的功能。甜甜看一下我帮你开的页面，长这样。这边有显示说你的个人记录，对，多少？1755。好，17分55秒，这是你上一次骑棕色的个人记录，在2月17号。下面有一些你的训练资讯，这个是我之前教过的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距离下一个航点多少？3.95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这个会倒数，数到0你就解脱了。所以等一下就是我们用 Strava Life Segment 的这个功能，在骑乘的过程，你跟平行时空的自己。2月17号的自己做一个竞速的动作。这跟功率计的差别在哪里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为什么你都可以一针见血的问到问题？果然是记者，真的，我们要收回少时不读书，长大当记者的印象，因为甜甜给我的印象，他都可以问出关键的问题，对，不会问很瞎的问题。同样都在计时，那就是好看功率跟看这个有什么差？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功率大不一定会比较快。但看功率，它有一个盲点，你会一直为了要把功率踩大，而忽视你踩踏的顺畅度。你只要功率大就好了嘛，因为你觉得功率大就赢了嘛。可是有可能功率大不会比较快。我个人就遇过这个状况，就只是一味的想把功率踩大，结果忽略到踩踏的顺畅，就根本也没有比较快，就踩踏整个歪七扭八走。就累了个半死，但不一定有用。时间不会比较快，我们还时间为王 ，Strava Life Segment 时间为王。反正你的最终目的就是在骑赢过去的你嘛 ，beat yesterday。
这是我们 Garmin 教我们的。Will you try your best to beat yesterday? Yes, I will try it. 在 Garmin 码表上使用 Strava Life Segment 功能，我在2024年9月21日就有出过一部教学影片。还不知道 Strava Life Segment 要如何使用的观众，赶快再去复习影片。时光荏苒，7个月过去了，我还是在持续使用 Strava Life Segment 的功能来训练。我也在比赛中骑出很好的成绩，看到很好的训练效果。我感受到自己的爬坡能力有显著的提升。2024年雪巴阿里山站进阶挑战组总1 ，2025年雪巴阳明山站终极挑战组第3名。我持续 beat yesterday。我个人看法。Garmin 码表里面的 Strava Life Segment 功能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训练课表，强力推荐想要进步的大家一定要买 Garmin 单车码表，并且使用 Garmin 单车码表里面的 Strava Life Segment 功能。Garmin 最近有举办很好康的活动，即日起至2025年6月2号为止，带上您的自行车，不限室内外活动，只要完成100公里的骑乘，并将数据同步至 Garmin Sports APP， 就有机会获得 Garmin Edge 系列自行车表或今年环法第8站的欧洲之旅。详细活动资讯我会放在影片说明栏。最后，在甜甜主播抵达棕色坡顶之前，我给大家20秒的时间。我们恭喜甜甜主播棕色又 beat yesterday 的17分0秒，突破自我。最后，甜甜主播，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么贵的 Garmin Edge 1050？因为人醒着不过1万多天。人醒着不过1万多天，顾虑太多就太狼狈。如果明天或下一秒将离开这世界，你会不会趁这1万多天，好好珍惜感受所有的一切？人活一天就少见一面，就让恨随风淡去，任由爱生生不息。